2010年10月23日的早上，当时时任爱马仕 CEO 的 Patrick Thomas， 他在自己家附近的阿尔卑斯山小村庄里面呢，正在骑着脚踏车来做一些运动。这个时候呢，他收到了一通电话，而打给他的那个人呢，就是 LVMH 的 CEO Bernard Arnault。整个通话时间是非常的简短的，里面的通话内容呢，就是 Bernard Arnault 就跟 Patrick Thomas 说，我们已经掌控了爱马仕集团的17%的股份，我们会在2个小时后呢就对外公布这个消息。还特地打个电话，好有礼貌。但我还打给你，这个是宣战啊，对呀、啊。而接了那一个电话的 Patrick Thomas 呢，当时候是属于震怒的。Patrick Thomas 呢，当时是这么样的去形容 LVMH 集团的行为的，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引诱一个美女的话，你不要一开始就从后面去强奸她。而这也拉开了爱马仕和 LVMH 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收购案。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， 欢迎来到爱说啥。今天我会跟大家说一个在奢侈品品牌非常有名的收购案，就是 LVMH 集团尝试收购爱马仕集团。那么这一个收购案呢，很明显就是有2个主角了。那第一个主角就是爱马仕集团。爱马仕集团呢是属于奢侈品品牌里面绝对王者的地位。那爱马仕集团是在1837年的时候成立的，当时的爱马仕是以出产马具而闻名的。当时爱马仕的客人呢，都是很多的一些国家的皇室贵族，因为以前的那个年代是以马车为主要的交通工具，然后他们就出产了很多马具的装备。然后后来因为马车被汽车取代之后呢，爱马仕就转型往这些时尚服饰商品，还有一些皮具产品来作为主打的。那爱马仕这个奢侈品品牌呢，这么多年来都是属于一个非常传统的公司。他们直到现在呢，都还是由自己的家族成员所掌控公司运营活动。那爱马仕一直以来都是以他们的手工还有手艺而闻名的，不像很多的大牌到现在呢，就用很多的一些比较高科技工业的方式去做他们的产品。爱马仕到现在呢，还是属于纯手工制作他们每一个商品的，所以一直以来他们的商品在市场上是供不应求。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第2位主角，就是 LVMH 集团。那说到 LVMH 集团呢，就一定要说到他们的 CEO， 就是 Bernard Arnault。那 LVMH 的全名呢是叫做 Louis Vuitton and Moet Hennessy。那 Louis Vuitton 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在各个商店都看到的 LV 了嘛。那 Moet Hennessy 呢，就是法国一些非常有名的香槟出品公司。那这2家公司呢，其实是在1987年的时候呢，这正式的合并完成。那在合并完成了之后呢，当时这一个合并呢，导致他们内部出现很多的管理层的问题。而这个时候呢，拉凯米尔就想要把 Bernard Arnault 拉进 LVMH 的管理层，然后帮助他呢能够整顿整个一个公司。那为什么拉凯米尔会看上 Bernard Arnault 呢？那 Bernard Arnault 呢，他家族是在法国那边呢做建筑的生意的。那后来他读完书毕业之后呢，他没有选择要去继承他的家族生意，而是选择去美国那边创业。那他去美国那边创业的时候，他就开了一个房地产生意，但是那个生意没有做得特别的有起色，所以呢，他就把那个生意给卖了，然后就带着这些资金回到去法国那边。那他回到法国之后呢，他就把他那些资金呢用来收购了一家公司，叫做 Bossec。那 Bossec 这家公司呢是 Christian Dior 的母公司。在收购了 Bossec 之后呢，他就接管了迪奥公司的整个管理层。当时的迪奥公司其实运营也是不怎么样良好的。那现在 Bernard Arnault 的接管之下呢，迪奥公司短在1年多之内成功的翻身，他们的营业额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。就是因为他的这一些商业的能力呢，让拉卡米尔看上了 Bernard Arnault 这一个人才。那 Bernard Arnault 其实也不是一个省油之灯嘛，其实拉卡米尔这一个动作简直就是引狼入室。Bernard Arnault 他其实心里面都没有真正想过要怎么样帮拉卡米尔整顿好整个公司，而是对整个 LVMH 虎视眈眈。那还有 Christian Dior 怎么那么多时间又可以管理 LVMH？ 因为他有一个管理层，然后都是由你属下去把这一个目标给实现，这样子。所以他稳定了，然后他就有空就对别人虎视眈眈。对。那在1989年的时候呢，整个法国的股市都遇到了崩盘，而 Bernard Arnault 呢，这个时候都嗅到了血腥味，他看到了机会能够
吃下这个 LVMH， 他就在股票市场上呢以超低的价格收购了很多 LVMH 的股份，从而导致呢他成为整个 LVMH 最大的股东。Bernard Arnault 在坐上 LVMH 集团的老大之后呢，就积极的拓展 LVMH 整个商业的帝国。他在90年代呢收购了很多家知名的奢侈品品牌，包括像 Givenchy、Fendi， 然后还有宝格丽，还有 Celine，然后还有大家都去买化妆品的 Sephora，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企业。但是呢 Bernard Arnault 呢在这些收购方案里面也不是一路顺风的，他也有遇到蛮多的失败的例子的。其中一个最闻名的失败的例子，就是在99年的时候呢，他是想要尝试收购 Gucci 这一家公司。Gucci 其实一直是 Bernard Arnault 的眼中钉，他觉得对 LV 是有一定的威胁的。所以我觉得 LV 跟 Gucci 是同等的价值上，就是在那个三角形的那个鄙视链，就是他们觉得 LV 是比较高高在上，但我觉得品质上 LV 跟 Gucci 是同等的。我这是个人的观点。我还是觉得 LVMH 是最低的。那就 LV 不管 MH 的事，我很喜欢喝 Moet Hennessy 的香槟。OK。我觉得你会被抢了。Gucci 公司当时是引用了白衣骑士还有反收购方案呢，彻底的把 LVMH 给击退了。白衣骑士和就白衣骑士，其实在资本市场里面呢，白衣骑士是说你找到了一个资本集团，然后呢你就把你自己的股权稀释贱卖给这一些公司，希望他们能够投入大量的资金去你的公司。就融入资金救你的公司。对，那 Bernard Arnault 在收购 Gucci 这方面失败的时候呢，他就把他的眼睛盯上了爱马仕的集团，因为对 Bernard Arnault 来说呢，爱马仕集团就是一个绝对的王者，这是在他 LVMH 所有的品牌里面呢，完全没有一家公司拥有像爱马仕公司这样的一个文化的。对，所以他就盯上了这个爱马仕集团。在2001年到2002年的时候呢 ，LVMH 集团呢就通过在一般的股市流通市场那边呢，收购了4.9%的爱马仕公司集团股份。为什么是4.9%？那这个是因为在法国的股市里面呢，他们要规定的，如果任何一个人在股市流通市场里面拥有了一家公司的5%以上的股份呢，就是必须要对外公告的。所以呢 Bernard Arnault 呢，他其实是属于做事是喜欢静悄悄打潜击战的人，所以呢，他就只收购了4.9%的股份。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呢 ，LVMH 加紧了他们要收购爱马仕整个行为了。当时候呢 ，LVMH 公司呢就找来了3家投资机构，跟他们做了一个 equity swap 的方式来收购爱马仕的股份。那简单来说的话呢，就是这3大投资机构呢，出于非常有优势的情况之下呢，接受了 Arnault 的这一个提议。那通过这样子的 equity swap 的方式呢，其实 Bernard Arnault 就能够在静悄悄的收购多17%的爱马仕股份。因为法国的证券所监管是叫做 AMF， 那 AMF 呢就规定说，如果你是以流通市场的方式来买股票的话，超过5%你就必须要申报嘛。但是如果你通过 equity swap 这个方式去收购这些股份呢，是不需要申报的。那还有打电话？那个是2010年的时候嘛，现在我在讲个2007年的时候。3年后。对，这3年好长啊。对啊，是。如果不成功，他就浪费了时间成本。OK。那到了2010年的10月23日呢，就这些 equity swap 的行权日期就到了 ，LVMH 当下就掌控了爱马仕集团17%的股份，然后再加上 Arnault 已经在2002年的时候呢买了4.9%的爱马仕股份，所以加起来呢，他已经拥有了22%的爱马仕股份了嘛。所以他那通电话没有完全报告他所收购多少股份。他只说了17%。对啊，他没有报告完啊。什么用意呢？他都宣战了呀，那为什么不全抖出来是吧？对，为什么还要留底牌是吗？可能吧。那听到了这个消息的托马斯之后呢，他就立马的想要怎么样去做对策了，因为现在阿诺呢已经是整个爱马仕集团最大的个人持股股东了。爱马仕实际上是
由家族成员所拥有最多股份，但是他们是分得很零零散散的，就他们必须联合起来的 Bernard Arnault 才不可以去干涉爱马仕的管理层嘛。那托马斯就想到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对策，因为他觉得如果跟 LVMH 斗财力的话呢，他们是完全不能够跟 LVMH 相提并论的。那对托马斯来说的话，他们能够赢的就是一个家族的团结性，所以托马斯就懂爱马仕集团要击退 LVMH 的话，能够做的就是要把这个家族团结起来。所以在2010年的12月呢，爱马仕呢就在巴黎那边召开了一个非常秘密的会议，而这一个会议呢有53个爱马仕家族成员一起来参加。那他们把他们聚集过来呢，他们在会议里面最终是通过了一个方案，就是他们把他们所有的股份都叠加起来，然后成立一个股份监管公司。那他们总共叠加起来的股份呢有50.2%，因为有点还是有小数点50.2%的股份。然后呢，成立了一家叫做 H51的公司。那 H51就是代表这里是掌控了爱马仕公司51%股份的公司。那这个公司有一个条规，就是这51%的股份呢，任何人都不能够在未来的20年把它卖出去。因为如果卖出去的话，爱马仕就有机会被收购啊。对。而且呢，刚才我们不是说还有一些没有被邀请的家族成员嘛？那他们其实总共加起来也有12.5%的爱马仕股份。H51公司呢，也对这12.5%的持股家族成员呢设下了一个条规，就是如果以后他们想要把他们手上的股份卖出去的话，那 H51公司是有绝对的优先权去把这些股份购买的。那这基本上就防止了Bernard Arnault能够从这些家族成员那边收购更多爱马仕股份的嘛。法国股市监证会 AMF 呢也对 LVMH 这一次的行为呢进行了调查。这个 AMF 最终是判定了 LVMH 败诉，就他们败诉。对，那他们对 LVMH 的惩罚就是要求他们赔偿800万欧元，然后呢也必须把他们当时持有的股份减到8%。怎么减？卖出去给流通市场啊，或者是卖给别的机构啊。所以呢 LVMH 其实就在收购爱马仕这一方面是属于彻底的失败了。但是呢，刚才虽然看起来他们要赔800万欧元，但是当他们再把这些股票卖回去流通市场的时候呢，他们从这一方面挣了38亿的欧元。有一些投行的分析家呢就觉得，其实爱马仕被收购呢是一个好事，因为 LVMH 都一直以来证明了他们是有能力经营好每一个品牌的嘛，所以他们就觉得可能如果爱马仕被 LVMH 集团经营的话呢，可能会走得更好。但我不觉得啊。对，这样子他就失去了爱马仕的传统而被商业化。对啊，就没有今天的爱马仕，对，没有今天的物以稀为贵，对啊，没有今天很难买的包包，对啊。